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解的是 LeetCode 的第403题，所谓的青蛙跳。那基本上就是所谓青蛙，它要跳石头去过河，透过 AI 的方式画出一只青蛙啊，其实还蛮像的啊，在石头上面啊。那好，各位好啊，又到了周末，我们来解 LeetCode 的题目啊。今天礼拜天，LeetCode 上面是个难题啊，第403题啊，所谓的青蛙跳。好，那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我们相关的说明。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相关的那个题目的说明，它是一个难题，403 Flop Jump。它要怎么跳呢？那基本上跳的话，它会有所谓的单位啊，每一个单位可能有石头或者没有石头，基本上那个青蛙它只能在石头上面跳啊，不能跳到水里面。好，这是它一个题目的一个假设，所以它会给一个清单或者阵列，好叫 stones，它是上升排列啊，上升排列。那青蛙要过河。那最后它会跳到最后一颗石头啊，也就是说你这个阵列最后一个石头的地方。那它当然是从第0颗开始啊，第0颗所谓的 first stone， 然后同时并假设它的第一次的跳跃的单位是1。这个蛮重要的。那它会有下面的条件哈，也就是说，当它上一次它跳了 k 个单位，那么它的下一次跳跃的单位数有可能是 k 减1 k 或者 k 加1。第0次的话 ，k 是等于0啊，所以它这个跳跃它可以是-1、0、1，但是基本上我们在跳跃的时候呢，-1跟0这个当然都不考虑了，只要是小于等于0的情况是不考虑。好，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设 k 的初值是为0。那有关题目的说明，我们这边当然也将它做一个蛮简单的中文的一个翻译。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里的例子。好，所以它这里提供了2个例子哦，我们就把其中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边是第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先确定 OK 的。0到1，所以在这里的跳跃的单位是1， 1到3，这也没有问题。好，跳跃的单位是2啊。接下来你当然就要考虑是你要跳到5还是跳到6啊？我们先说是可以的啊，所以原则上你就跳到5，跳到5，你的那接下来你会考虑是5要跳到6还是跳到8，所以我们可以直接5直接跳到8，可以等于3。好，那这下一次的话，这边的跳跃会等于4，最后会等于5。好，那所以这边它只是说，你可不可以这样跳跃嘛？啊，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再考虑另外的情况。好，如果说你要这样跳，这里 k 就会等于1，那
这边这样是可以跳 k 等于2，但是这边 k 等于4，所以这个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原则上我们这个跳跃啊，其实你在这边的话，你就必须要做一个判断啊，这个部分啊，特别是3到8之间就必须要做一个判断。啊，这个是我们在解题的时候，你就特别要小心。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其实很容易说明它并不行嘛，因为4到8，你这边的 jump 就是4嘛，那你前面不管你怎么跳你都不可能是3啊，所以当中这里的间隔就过大，好，所以这两个例子是蛮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那我们解题的一个策略啊，当然就是采用 DP 啊，那青蛙过河嘛，好，那重点是你动态规划里面的话，你要去记录的资料是要记录什么？哦，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是采用一个2维的一个阵列啊，一个矩阵。那它里面的这些的index 要摆什么？那我们当然第一个 index 当然就是 stones 这个阵列里面的 index。第二个呢，我们就摆它的跳跃的单位也就我们所谓的 k 所以我们这边它这个2维阵列呢，基本上就叫 i 跟 k 当成它的索引。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方便起见，我们就直接用递回的方式嘛，递回你加上记忆体DP 的话，我们实际上就用一般的动态规划了是递回版本的。好，那重点是它这个所有的石头，它其实是一个上升的数列所以它是一个单调的数列，所以你可以用2元搜寻去找你下一颗可能跳跃的石头到底是哪一颗？那所以我们当你考虑下一次的状态呢来讲的话，也就是说下一次的状态，当然这边摆的是 nest 那再就是下一次你有可能的jump 的单位数。那原则上呢，我们透过2元搜寻，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 nest。你当然也可以直接用 for 回圈，你用线性搜寻也可以啦。但我们建议是用2元搜寻，可以让你的时间复杂度可以把它降低一些。好，那原则上就是你如果可以找到，你就是 stones 在 nest 的值会等于 stones 在 i 加上 jump 的值。当然，我们的 jump 是有限制的，它有3种可能基本上就是 k 减1、k 跟 k 加1。好，那所以这是我们原则上我们的解题的一个策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的程式的部分。好。程式的部分我们就简单说明。那我们这边直接用2维阵列去做我们并不考虑用 hash table。hash table 我们实作也有去测试，发现它的速度变得很慢。好，所以在这边就是我们的递回函数 f。所以我们先判断它如果是跳到青蛙你跳到最后一颗石头，就代表就成功了。如果超过在我们当中的一个递回的判断有可能会超过如果说我们给的初值是-1如果它不等于-1，代表它已经计算过了，避免重复计算这是一般我们在递回采用有记忆的递回当中一个技巧。好，那 jump 的话就很清楚嘛，就3种可能性k 减1、k 加1那我们这里呢，当然有
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撰写就可以了。jump 是不可能等于0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采用2元搜寻的方式啊，因为它是一个上升的一个数列。那我们搜寻的范围从它 i 加1到最后啊，我们要找的值是这个 stones 在 i 加上 jump 的这样的数值啊。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是在 C++， C++ 我们是所谓的 lower bound 的方式啊，就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2元搜寻的值啊。当然我们这边也要扣掉它 stones begin 啊，然后这样剪出来应该就有可能是你找到的那个值的索引啊。当然有可能没找到，没找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没找到的情况，要不然就是 nest 等于 n， 或者你找到的虽然是它的 lower bound lower bound 的意思是它必须要大于等于你这个 target 那有可能是大于大于的话，那当然就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这边也要考虑它是不是大于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就没找到就 continue 因为我们3种可能嘛，3种可能都不行的话，当然就不行了。好，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做一个或计算跟之前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的一个程式的一个架构。好，接着我们再看的程式在LeetCode 上面一个执行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这是我们在 LeetCode 上面的submit 的程式。好，基本上我们有 C++ 版还有 Python 版。我们的 Python 版的撰写就更为容易我们直接就用新版的 Python 里面当中，你就可以采用它的cache 的方式它就会做有记忆的递回所以这个在撰写上就更为方便。那我们就执行一下基本上都是 OK 那 Python 版它当然会比较慢，但这个它是也有接受。那我们再看 C++ 版就是我们刚刚的简报说明的。好，那我们执行一下，然后它就会快许多。好，那我们再加上一个例子好了，一个 test case 来验证我们程式的正确性虽然这是正确的，已经 submit 我们执行一下OK。好，另外 Python 版这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 PO 在这边的说明，基本上我们刚在简报上都已经做了一些相当的一个说明在这边我们特别 C++ 版上面加上一些注解那方便需要学习的人可以进一步去看。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